好，各位，今天的爸爸节直播开始了，但是你也知今天是整个为大家说明父亲节的由来啊。来，各位，我是朱学恒，今天有两个数字，先要给各位。美国的 NRF 调查，母亲节1亿美，父亲节呢279亿，爸爸一年比妈妈比62亿美元。中国的调查更狠呐、47.8%的人在父亲节1毛钱都不打算花在他的父亲身上。父亲节，网友说父亲节是史上最不值钱的节日，连光棍节都比不上。但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呢、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全台湾也几乎都忘记了。88不是谐音，1945年日军占领之下的上海，10个人冒着风险发起这个节日，纪念战死沙场的父亲们。1周之后，日本投降，所以今天是2026年8月8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88节其实是抗战暗语，全世界嘲笑爸爸62年，只有一种爸爸，越当越有钱。我们今天呢，讲到朱自清，讲到浦口车站，讲到88暗语，讲到 Sonora Dog， 讲到 Vetter Tag，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喽。轮臣当日托为眼，两字爸爸血泪连。异国浮沉持甲子，慈恩独厚母花颜。刮刀袜子充孝礼，光棍身价压庄钱。都到此节见四土，谁知暗语换山川。来，谢谢 Angela 跟小内给斗编的斗内啊，那这个还送了一个烟火，了不起。我们要讲，各位，今天是父亲节，今天不用讲政治，我们先讲一个车站。西元1911年冬天，南京浦口车站，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要坐火车去回北京念书，回北京哦，他从北京赶回来的，他爸爸送他。这个爸爸呢，刚丢了官，家里刚办完丧事，祖母过世，家道中落，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啊。爸爸本来说忙，不送了，叫茶房陪他去，结果嘞，终究不放心，还是自己来了。然后就是那一段中文世界100年来最有名的一段父亲的文字。爸爸看见月台那边有卖橘子的，要过去买啊，过去要穿过铁道，要爬上爬下。自清怎么写？他说他用2手攀着上面，2脚在往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围起，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的流下来了。在听直播的各位，国中是不是都背过、考过、默写过？然后呢？然后部分人只记得橘子，每次看橘子，网友就跟我讲说：“哎，这个朱璇呐，是不是要吃橘子了嘞？”那我今天要跟你讲国课本没教的另一半，就是这个文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写出来的？背影呢，写于西元1925年，浦口送别是17年，中间隔了8年呢。你很感动，当时怎么跟他说谢谢呢？8年以来啊，朱自清跟爸爸的关系是什么？失和、冷战，长期不相见。他爸爸用旧式家长的权威，直接从学校把朱自清的薪水整笔领走。父子闹翻，朱自清带着妻小离家好几年不回去。这对父不是课本里那对温馨的父子，是一对讲不出话的父子。那为什么1925年呢？朱自清突然的背影，因为他收到一封信啊，他爸爸写来的信里面有一句：“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啊。”
而且我记得那个橘子明明就丢在月台上，为了一张 AI 图，看起来是绑在他的外套里面。诶，这怎么搞的嘞？好，那没关系，让我继续往下讲。那看到没有，我们那个肥胖的身躯呢，就是这么的可怜。而且朱自清为什么在火车头前车厢呢？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没有关系，AI 嘛，不就这样来？所以这状况是什么？为什么1925年他突然写了背影呢？因为他收到一封信，他爸爸写来的，信里有一句：“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去之期不远矣啊！”大去之期，意思说我会死了啦。一个别扭的半的旧式父亲，他不会说我想你，他只会说，他也不会说对不起，他只会告诉你我快死了。朱自清读到这一段呢，他晶莹的泪光中呢，就有了不一样的状况了。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呢？就是想起来不是这8年的账，是8年前那个爬月台的背影。然后他写下这篇文章。1928年，他爸爸在扬州老宅读到背，读完很久没说话。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中文世界唯一一篇歌颂爸爸的章，以后会被记录到一大堆的课本里面，让大家不完。所以那我们只能这样说。听直播呢，如果你现在刚好坐在爸爸旁边的各位，你现在懂了吗？中文世界100年歌颂妈妈的文章多到可以填满一座图书馆。母亲节有康乃馨，有诗有歌，写爸爸写到进课本的，就这么读一篇。而且这读一篇写的还不是一个模范父亲，是一对吵翻过和解的那么迟的父子。这就是父爱在中文世界真实形状，迟到的、说不出口的，要等到大去之期不远矣才写得出来的。对了，还有一件事，这篇独一无二的文章呢，现在还在课本里面吗？台湾的新课纲之后呢，背影在多数版本已经消失或者成选文。对岸的呢，就是大陆那边呢，也3番2次传出要把它删掉的争议，理由五花八门。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什么？父亲爬月台违反交通规则。干笑死了。好，这个在听直播的两岸同学，我们今天开个调查，我们来问个问题：你的里面还有背影吗？留言告诉我，台湾按1就是有，按2就是没有。所以不管是台湾、大陆都可以分析一下，好不好？按1就是你的课本里面还有，按2就是没有了。什么叫麦克风卡？画面很 OK， 麦克风卡来课本 Zack 课本有 ，Rich Young 课本也有。你看我的意思是说，就唯一那么一篇也保不住了哈，爸爸的地位有多低呀？这个节日在文化里的地位，从课本好了，我们要真的告诉各位88节的由来。88节的由来呢，其实是跟抗战革命有关。哎，我们这边人都有啊，那现在小朋友嘞？来，这是1945年的日军占领下的上海，10个人发起的一个节日。我们把镜拉大，讲一座城。1945年8月，在上海，在听直播的各位要先搞清楚一件事，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日本投降，广岛原子弹是8月6号，
长崎是8月9号，日本宣布投降呢是8月15号。8月上旬的上海还是日军占领下的孤岛，街上还有日本兵在巡逻。就在8月6号这一天，上海的《申报》登了一篇文章，标题"88父亲节缘起"。文讲什么？讲美国人为了纪念战争中阵亡的母亲跟妻子发起的母亲节。那我们中国呢？8年抗战，无数将士死沙场，他们很多人都是孩子的爸爸。为了记住这些父亲，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父亲节。日期呢，就选8月8号，因为88念起来像爸爸，2个八字叠起来像一个父字。文章末尾时的发起人公开署名。各位，在1945年8月的上海公开署名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是这座城市还在日本人手上，你在报纸上发起纪念一个节日，纪念的是为国捐躯的父亲们。为哪个国捐的躯啊？为打的是谁呢？是日本帝国吗？还是中华民国？这篇文章后来的史料很清楚，他说这有暗中表示怀念祖国之意。这不是过节，这是打暗号。88父亲节是沦陷区人民对重庆、对还在打仗的那个中国呢发出的一句暗语。我们还记得你们，我们还在等。这10个名字里面哦，你知道这4个人你应该认识。第一，梅兰芳，京剧大师。各位知道梅兰芳整个沦陷期间做了什么吗？他是旦角他是反串元女星的旦角蓄须明志，他把胡子都留起来了，因为自己把自己的舞台封了，因为你要扮女生，胡子留起来你没办法上台啊。意思是说，老子不给日本人唱戏，日本人逼汪政权请他就是不上台。这样的人呢，把他名字写了，意思是老子豁出去了，我跟你赌命。第二个，颜惠庆，北洋时代当过外交总长，代理过国务总理的人。1941年香港沦陷的时候，他人香港被日军抓走。1942年押回上海，日本人跟汪精卫政权捧着官位请他出山，他到抗战结束一个职位都没接。这样的一个人哦，把名字签在这个文章联署上，你看妙了吧？他不愿意做官，他不愿意这个向汪精卫政权低头，但是他出来抗议跟联署。第三个，费穆，他是导演，后来拍出《小城之春》，被后世以笔录供在中国影史神坛上的那个费穆，沦陷期他留在上海拍戏搞话剧，用戏里的家国寓意跟日本审查捉迷藏，这样的一个人也把名字签在这篇文章上，然后历史开了一个近乎神机的玩笑，因为这篇联署等于是对着干呐、就你还在统治我这个沦陷区，但我要纪念跟你打仗死的中华民国的父亲们。8月6号，文章见报。8月8号，第1届88父亲节，父亲健在的配红花，父亲已故的配白花。发起鲜花义卖捐资助学。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从发起父亲节到日本投降，就过了一个星期，你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呢？我不确定。你再看看这一个动画，我们的历史过程做出来给各位看。
颜惠庆啊，像颜惠庆、梅兰芳、费穆这3个人，这个1945年过这个88节父亲节，就像是替整场战争收了尾一样。抗战胜利之后呢，上海的头脸人物觉得这个节日太有意义了。1946年，潘公展、李时珍、杜月笙、吴志辉这批人，各位听听这个阵容：青帮老大国元老联名，呈请国民政府把每年8月8日定为父亲节，通令全国遵行，批准了。一直到1948年，88父亲节都是全国的法定节日。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今天你跟你爸吃饭的时候，可以跟他讲：我们过这个节难得不是商人发明的，不是抄美国的，是1945年上海沦陷区里面一群不肯低头的人冒着风险发起来纪念战死的父亲们啊。88是暗语，这个节日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的是血啊。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来了，那这样一个有纪念价值的节日，后来怎么会落到最值钱的地步？谁忘了它？答案很讽刺，两岸一起忘了，只是忘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来好好的说一下。我靠，桌子这边摇来摇去。来，如果各位听到声音说什么麦克风不好的话 ，reload 一下好不好？这个通常是他一开始的这个声音没打对。好啦，那万事通事务所就要告诉你为什么父亲节变得这么不讨喜。我看我的声音都很好妈干，怎么会断断续续的嘞？来，不管，那不然把这个麦克风关掉，先用那个 Pocket 最收音。来，各位听听看，这个声音怎么样？有没有比刚才要好？我真心没有断续续的理由了。好，各位，如果你觉得声音已经 OK 的，请按1；声音不 OK 还是断断续续，请按2。好一点。好了，随便了，随便。关键时候会断音，干你娘嘞！什么叫关键时刻？我骂干你娘的时候吗？哦，一样啊，靠背嘞。喂喂喂，都有各种鸡巴的事情。Impalpable， 谢谢朱大的蜂蜜，很好，很香甜。鸭脚木蜂蜜，我们花了5000新台币，终于把鸭脚木大兵送到上海了。好啦，那这个声音 OK 的，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来，大陆的父亲节是哪一天？你各位可能不知道，因为在听直播的各位，尤其是大陆翻墙过来的同学，你们自己回忆一下。台湾人跟你讲说，我过88父亲节，你会愣一下，为什么你们是父亲节？你们对岸的网友过父亲节是几月几号？是6月的第3个星期天。今年2026年呢是6月21号。那这个日期是谁的父亲节呢？是美国的。对，你没听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从来没有设立过正式的父亲节，没有国务院文件，什么都没有。民间习惯直接拿美国父亲节来过，所以你这整件事情画面是这样子的：88父亲节的发起地在哪里？在上海。现在是谁？抗日战争阵亡的父亲们。今天的上海人过父亲节过哪一天？6月第3个星期，跟着美国过啊！天天抢勿忘国耻的地方，把抗战起源的父亲节都忘了，改过美国人的节啊！然后被去中国话骂了几十年的台湾，反而是全世界唯一还在过抗战发起的父亲节的地方，妙了吧？就是这么荒谬，你没看错，而且还有更精彩的。这个
百度百科上有一个词条叫做中华父亲节，有一批热情网友要推动设立中国自己父亲节的人弄的。这个词条里面怎么讲台湾的8节？他说呢，台湾以8月8日为父亲节，取爸爸和爸爸谐音，缺乏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不能叫爸爸就对，要叫什么父上、父兄、父父节。好，来的老规矩就是，对方怎么讲，我们要反向解读啊。当有人急着跟你说这个节日没有文化内涵的时候，通常是因为这个节日的内涵正好是他不方便讲的。8节的内涵是什么？抗战，是申报，是梅兰芳跟颜惠庆，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6年通令全国立案的，所以重点才不是缺乏，是过剩啊！你过剩到我们假装它只是个谐音，好吗？来，所以那个中华文化父亲节提的对岸是什么？有人提议把皇帝的生日阴历3月初3设为中华父亲节，轩辕皇帝5帝之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当所有人的爸爸。我跟你讲，这提案精彩在哪？你一边写88节只是谐音没文化，一边要把父亲节挂到一个传说人物的传说生日上，真正有史料、有报纸原件、有剧名发起人、有政府公文，那个父亲节就当它不存在啊！对，因为那个是中华民国的啦。好啦，旧巢遗物，毕竟人家不要理所当然。好啦，大部分对完账了，换台湾，台湾有比较好吗？台湾把节日留下来，我们稍给个加分。但在听直播的各位啊，做现场民调，今天之前知道88节是1945年上海沦陷区巴以纪念抗战亡父亲的聊天室打1，一直以为就是88等于爸爸谐音的请2。那你最好是1呀，还不是因为刚听过我讲的。你看，台湾留住了日期，丢掉了记忆，对岸丢掉起，当然更别提，也根本没人记得。这是纪念抗战呢，各位，怎么搞成这样子？哎呦，Rick Young 他有其他的说书 YT 说过，对啊，但是我在做功课之前我都不知道啊。一边是有牌位没香火，一边是连牌位都撤了，这就是父亲节的现况。一个用命换来的节日，81年之后，在一边被降级成谐音梗，另外一边便降级成不存在。真相总是伤人，而今天这个真相很公平，两边各伤一半，可怜呐。那好啦，而且我们要讲，父亲节并不是从现在之前，他从一出生就被人家叫，你一出生就是一个不执行的节，什么意思？有同学可能会想啊，父亲节沦落成这样，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凉薄啊？谢谢子祥的抖内，他说吃饭能配猪大直播才是平市场啊！各位父亲节快乐！我跟你讲一个会让天下的爸爸心里比较平衡的故事。怎么比较平衡呢？是父亲节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被人类文明嘲笑，哈哈哈，大声嘲笑，整整嘲笑了60年。故事回到西元1909，美国华盛顿州斯坎坡 Spokane 一个叫 Sonora Smart Dog 诺拉斯马克多德的年轻妈妈坐在教会里听母亲节布道。母亲节前一天在1900年才刚成立，所以牧师台上把母爱讲得天花乱坠。Sonora 越听越不对劲，因为他是他爸爸打的，他爸爸 William Jack Smart 是南北战争老兵，
16岁那一年呢，妈妈生第6个小孩的时候难产过世，留6个孩子。这个打过内战的男人呢，一个人把6个小孩全部拉拔，单亲爸爸还要拉拔6个孩，很厉害啊。Sonora 完布道跑去跟牧师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讲母爱讲的都对，但父亲难道也不该有一席之地吗？是不是？1910年6月19日 ，Spokane 就那个小镇办了全世界第一个父亲节，教会讲道啦 ，YMC 任含在胸前别玫瑰，父亲健在别红玫瑰，父亲过世别白玫瑰。哎，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眼熟？配花配白花，35年，上海父亲节用的是同一套语言啊。全世界的子女悼念父亲的方式竟然不约而同，然后呢，然后开始被笑，被全世界嘲笑啊！靠背嘞，怎么这么惨？Sakura 6说：“朱大父亲节，谢谢你哦。”来，母亲节的进度条是这样子的：1908年创立，1914年美国国会立法。总统签署成为联邦假日 ，OK， 6年立法完成，全剧终。但是呢，父亲节是这样子啊，请看我的后面的图片，我们后面的动画。来，1910创立1913年呢，第一次提案进国会，没过。有一个提案，大家放假的节日进了国会没过。威尔逊总统亲自派支持，1916年还亲自跑到斯波坎参加父亲节活动，国会还是不甩你。为什么？因为当年的美国舆论觉得这个节日很好笑，报纸写讽刺文章，说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要帮小舅子设一个节呢？帮感恩节吃剩的火鸡设一个节？当时的文化认定父亲就是赚钱的。你有什么地位？不要啰嗦，你负责赚钱，负责管教，板着脸。你要大家对爸爸温情脉脉，肉麻多余，而且一定让人想赚钱。最狠来自谁？干，大家不要弱惨嘛。最狠的一刀来自于母亲节的发起人 Anna Jarvis 贾维斯哦。他后来痛恨母亲节商业化，恨到反对设立父亲节，理由就是不要给商人多一个敛财的日子。你看你痛恨自己母亲节，结果你要求不要立父亲节，这样对吗？在听直播的各位爸爸，你们懂了吗？你今天收到一双袜子就在那哀怨，人家 Sonora 的爸爸连国会立法都被打枪啊！1924年呢，柯立芝总统表态支持，国会继续躺平，动也不动。1938年呢，国际父亲节协会呢，把争取国会承认列为头号任务，继续没下文，人家鸟都不鸟你。这一路拖呢，拖过经济大萧条，拖过整个2次世界大战，拖到1966年，詹森总统终于用了总统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6月第3个星期天为父亲节，但公告不是法律，真正立法要到1972年啊，尼克森签署法案，父亲节才成为美国的永久性国定假日。1910年到1972年，62年了。Sonora 那时候几岁？已经90岁啊！他从28岁到90岁，推了一辈子，终看到自己爸爸的节日变法律。他说：“我很高兴这件事情能够在我有生之年。”你看，一个爸爸讲父亲节讲到打哈欠，你看是不是很悲伤？6年之后，他 Sonora 大的以96岁高龄过世了，所以我们把2条进度条在背后就这样排好了。母亲节6年打父亲节62年10倍，这不是台湾问题，不是华人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公道，自在人心。人对爸爸就是慢了10倍，你不用多说了。网友说父亲节是史上最不值钱的节日，我跟你讲，历史的回答，它从来都不值钱。6
60年的立法长跑呢，就是人类文明给父亲这个角色的定价。他妈他就不值钱。你家小孩忘记父亲节，真的不是他的错，他只是继承了整个物种的传统。这一段讲完，天下的爸爸应该释怀了吧？释怀之后，我们环游世界，看看各国把父亲节搞成什么样子。我保证啊，你觉得没人理已经很离谱了。告诉你，比这样更离谱。为什么？因为好的事情还多的是嘞。哎，这个 that attack， 这是德国的父亲节。你知道，你看了各国的父亲节，你知道各国把父亲当成什么样子？第一站德国，德国的父亲节叫做好，我正确念一下 ，Vatertag， 是挂在耶稣生节、复活节后第40天，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国定假日，听起来很庄严，对不对？大家怎么庆祝这一天呢？实际上，这一天的德国是这样子的：成群的男人拿着一台木头手推车，拉着，车上装满了整箱的啤酒，有的还绑一个小球，浩荡往郊外边走边喝，喝到路都直。这个节日的在德国的别名叫做男人日 （Männertag）， 白话一点的外号叫做 Saubertag， 喝挂日。这不是管印象，这是有官方统计的。德国保险业事故研究所 UD 的数据啊，父亲节当天的酒驾事故是平常的3倍。德国联邦统计局 Statistics 追踪20几年的资料更精彩。近年父亲节当天酒精相关车祸大约290到340起，平常一天是101起。今天是酒驾之夜，全年第1名，还赢过圣诞夜，赢过跨年，赢过慕尼黑啤酒节的最后一周啊！在直播的各位，你知道啤酒节最后一周在德国是什么概念？连那个都输给父亲节的酒驾意外啊！德国人怎么定义父亲？一年放你1天假，让你合法变成20岁的混混，去过喝酒，喝完明天继续当爸爸。第二呢，俄罗斯，俄罗斯长期没有正式的父亲节，实际上代打的是2月23日祖国保卫日。对啊，林嘉欣过德国父亲节。J. Coming 137说，现在父亲在家的地位搞不好比家里的宠物还低。不要多说，没有搞不好，就是比狗跟猫还要低。Bird Pay 说，太太带2位儿子去纽西兰玩，我现在台湾赚钱，起码自己一个人自由。李景浩兄说，父亲快乐。所以啊，俄罗斯代打的是什么？2月号祖国保卫者日，前身是苏联建军节。这一天，全国向男人致敬，小孩在学校做卡片送爸爸。父亲等于什么？等于兵员。你当爸爸值得庆祝，因为你生产了下一代的士兵，而且你自己也当过兵。这个国家对父亲的想象跟征兵处的想象是同一张表格。第3站是泰国，泰国父亲节是什么？泰国父亲节呢？是12月号，这一天是什么日子？是先王普美蓬的日，国王的生日就是全国的父亲节。国王是全民的父亲嘛，全国穿黄衣，点蜡烛，对着皇室肖像祝寿。爸爸是谁？爸爸是国王，你家那个只是你的。第4站，意大利跟西班牙这些天主教国家呢是什么样？也没争好到哪里去啦，但就这么无奈啊。
来，父亲节在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天主教国家呢是3月19日，圣约瑟节 （Saint Joseph） 是耶稣的养父。我在听直播的各位，这个我需要说是整系列直播最有梗的一站。全世界父亲节的老祖宗中西就开始过的那一个纪念是一个养父，而且是史上处境最尴尬的养父。孩子不是他的，孩子的来历他管不着，他能做的就是把木匠活做好，把这个家撑住。天主教会选他当父亲的守护圣人，其实选得很诚实。父亲这个角色从来不是靠血缘认的，是靠你有没有把这个家扛起来。第5站来到德国了，来到德国了，不，来到韩国了。干我被你妈拉歪了。来到韩国了，韩国这一站最短，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讲。韩国没有父亲节。1956年，他们本来设了一个母亲节，后来觉得对爸爸不好意思。1973年改成5月8号父亲节，父母和一次搞定，爸爸连专属的日子都没有，直接跟妈妈并单报账，省事，真的很省事。我们也希望台湾可以这样做，好吗？来，5站走完，我们排排看。宗教给的是德国、意大利，军队给的是俄罗斯，国给的是泰国，跟他合并的是韩国，被国会62年的是美国。你回头看看台湾的8·8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由沦陷区人民自己发起，用阵亡将士的牺牲当内涵，被政府正式立法的父亲节。全世界最有故事父亲节在台湾手上，而我们拿它来干嘛？拿它买刮胡刀。讲到买东西，下一章哦，我来看一下账单哦。来，爸爸的市场定价是什么？好笑啦！坏掉的纪元说父亲节快乐，但我今天修吊灯，不小心把客厅桌面踩裂大理石的。老爸看起来，你就跟他父亲节快乐吧。那个阿卡塞子是室内装大师，他说纪元兄，你可以找食材美容处理，可以用那个乳胶把它缝起来，然后再打一层底土，然后再打一层膜，可以搞定的，不担心，没有修不好的大事。来，为什么说这是最不值钱的节日呢？因为你看我的背图就知道了。父亲节的礼物就是那么3件套：刮胡刀、皮带、袜子。来，我们先就数字来讲啊，以父亲节角色在礼物市场上的成交价是多少？我们用3组数字来分析。第一组，美国是全世界最完整的数据 ，NRF 是美国全国零售联合跟 Prosper 民调公司联做节日消费调查。2026年这一年呢，样本7900。结果呢？2026年母亲节全美消费341亿美金，父亲节呢279亿。同一年，同一个机构，同一套问卷，同一个国家，妈妈就是比爸爸多62亿美金呐、人均呢，母亲节人均208.25美金，父亲节226.58。来，在听直播的各位，我先把话讲清楚。279亿是父亲节历史新高的，年年在涨，爸爸的行情有回升呐、这要说，但就是天花板。同一个小孩给爸爸的预算，妈妈的预算呢，妈妈永远多2成。这不是谁家的问题，这是7900个美国人用钱包投出来的物种是啊。第二，中国2019年维度联合了讯理财做过一集问调查，那个结果惨到什么程度？惨到我念的时候要憋笑啊！各位，为什么要憋笑？因为它比美国这个惨，美国是每个人的留给爸爸的总预算比妈妈少62亿美金。站在中国父亲节，中国大陆的
儿子女儿们呢更是够意思了，那太够意思了。唯独那时候联合腾讯理财做问卷调查报告，他说父亲节打算怎么过，47.8%的受访者说不打算过，庆祝都不庆祝，话也不多讲，也不爸爸，也不说爸爸谢谢你，一分钱都不花。整体消费力计算出来是父亲节的消费力不到母亲节的1/7，不到儿童节的12/1，不到情人节的1/13啊。我们把这个排行榜看一次啊，情人节你追求中跟热恋中的对象13倍，儿童节你小孩12倍，母亲节你妈7倍，然后才是你爸。一个家庭预算顺位是先讨好，还没到手的，再讨好已经生出来的，再感谢生你的，最后的如果还有剩，想到那个赚钱来给前面3位花的那一位，没有剩，结果是什么？有剩。来，第3组台湾的调查呢，母亲节商机业推估大概有几百亿新台币。100亿是什么意思？人均消费5、6千块，父亲节呢，外售平台跟媒体的口径一致，父亲节消费金额大概只有母亲节的30%。台湾的数字先讲清楚，这是产业端跟单一媒体的估计，精确度比不上 NRF 那种全国抽样，但方向跟美国跟中国完全一模一样。全球3大市场，爸爸全都垫底。好，我知道你要这边讲说什么大小也配跟人家说大市场吗？没有，但我就是算，从美国算过来算到中国大陆，然后算到台湾就3个嘛，算3个是不是就是3大了呢？然后是礼物内容，送什么？钱花的少，送什么呢？刮胡刀、皮带、胡子，袜子。没有，我就知道父亲节3件套，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收到各种各样的电胡刀，因为你的儿子女儿们会忘记爸有没有电动刮胡刀，这全球通用啊。第一，这个价钱都在300块到1000块之间，不伤荷包。第二，不实用，实用的意思是什么？你根本不用了解你爸是什么人，平常爱吃什么，反正他有裤子有脚。母亲你会研究。妈妈最近想要什么花艺呀？哪家餐厅要提前1个月定位呀？父亲节你就在超商上路上顺手拿一双袜子。妈妈的礼物是一道申论题，送爸爸的礼物是一个勾选题。最后我们把爸爸拿去跟一个很人的对照组比，光过节，你还是贵的时候价值多少？等到你变成爸爸之后就一文不值。11月11号，双11光棍节。一个1983年南京大学宿舍里面发明出来自嘲单身的节，这个节日呢，后来是什么？变成双11，变成全球最大的购物庆典，变成电商财报上以1000亿人民币计的成交额。台湾的查理95%的网购都在双11消费过，一个庆祝你什么都没有的节日，做成人类史上最大的生意，一个庆祝你拥有一个把薪水全部上缴的男人的节日，自己的一股促销都自己来呀。网友的话是真，父亲节真的连光棍节都比不上，同样一个人，你光棍的时候还值几百亿，等到你结婚之后就不值钱了啊！市场已经用1000亿等级的价差告诉你，在消费社会里面，单身比当爸爸值钱是爸爸的错，爸爸不值钱。为什么？因为光棍会为自己花钱，爸爸不会。爸爸是那个不用啦，钱留给小孩补习的。消费市场奖励欲望，而这个角色的本质就是欲望自行删除，所以他在场上不值钱，因为他把自己的价值全部转账出去了。这是等价交换最安全的一种形式。账面上他什么都到，因为他早就把收款账号改成你了。不过
讲了半天，全世界的爸爸都不值钱，我必须要负责任跟各位报告，有一种爸爸例外，这种爸爸不但值钱，还越当越有，当到全家一起发财。下一章呢，我们要看看这位地表最强爸爸的示范曲啊。送了0.01，你们送0.0，你爸保险套是干嘛？老刘说，我一直以为父亲节就是乱来的，没有什么典故，想不到还有那么多典故。你看，所有人都瞧不起父亲节，就跟你瞧不起你爸爸一样。这个习近平真好，是说朱大，我真的推荐你去看峰哥网命天涯的东西跟直播片段，很好玩。祝朱大生不老，永远不死不死搞里头。Mr. 阿卡塞斯说：“抱歉，迟到，抱歉，刚剧结束。这个年代剧才开心呢。小抖个目标，支持九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单人阿鲁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点选置顶连结，以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狗狗说：“今天讲父亲节，我可以出现的，是可以出现的，但是我也不去帮你爸爸过父亲节嘞。来，再来讲，最惨的就是我做父亲节这一集的时候呢，因为史料实在太少，险些做不完。要不是我突然之间想到，应该把川普拉出来，是一个父亲真相3，当上了之后越当越有钱，全家都有钱，开不开心？开心。前面5个 chapter， 我们证明了当爸爸是全世界最赔本的产业。菲尔乌萨斯现在才进来，所以你说父亲节应该没啥典故，还真有，还真有。来，就是那位现任美国总统那个谁，我们今天不谈他关系，不谈他的外交，不谈他的美伊之战。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只谈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卓越成就。我是认真的，以带着全家一起赚钱的这个标准来看，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投报率最高的爸爸。各位看他的父亲节承担，第一颗社群媒体自己的平台母公司，股票代号 DJD，Donald John Trump， 就他名字的缩写，挂牌上市，这家公司的营收长期只有几百万美金的市值，却一度冲上几十亿啊！这只股票在买什么？买的不是财报，是爸爸本人。爸爸就是本益比。第二颗加密货币就职前夕，川发行个人民营币 Dollar Trump， 市值瞬间冲上100亿美金等级，全球韭菜连夜竞购。他的家族企业体系又推了 World Liberty Financial。一个加密平台、金融平台，2个儿子都深度参与，未成年的小儿子都挂过 Daffy 愿景大师类的头衔。在听播的各位，你家小孩帮你按摩肩膀，人家小孩帮爸爸卖币呀、同样父亲节孝亲，格局就是不一样。第3颗中东事业女婿的基金。拿到沙烏地全基金20亿美金等级的投资，家族的高尔夫球场、饭店、加密项目，
在波湾国家一路开花，人家的女婿是半子，他的女婿是半个全基金啊。然后把这一切跟前面5章一对照，荒谬感就出来了。全世界的爸爸在父亲节收一双袜子，这位爸爸的事业版图呢，以10亿美金为单位在成长。全世界的爸爸想把薪水转给小孩，这位爸爸让全世界把钱转给他们家小孩。全世界的爸爸是欲望的自我删除，但只有川普这位爸爸呢，努力让他全家人赚钱呐、川普这位爸爸就是欲望本人，而且我要讲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川普可能真的是个好爸爸。你看他的小孩，每一个都有位置、有生意、有同学，全家上阵，雨露均沾，父慈子孝，其乐融融。这是背影里面那个卖橘子的爸爸做梦都想不到的资源配置啊！朱自清的爸爸要翻过一个月台，给儿子一袋子；这位爸爸翻过一次大选，给了儿子们一个产业啊！在听直播的各位，现在我要自首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我们今天讲这一集，本来出自嘛，是帮天下被亏烂的爸爸出一口气，讲说爸爸好的内容，就我们找来找去，翻遍古今中外，正面教材凑不满一章节，最后篇幅不够，只好请这位地表最强老爸出来充个数。你看这个节日惨到什么程度，连专门帮平反的节目都找不到够多说他好话的材料，这比任何数据说服力。玩笑开到这里，因为接下来这一章呢，没办法开玩笑了，我们要讲2个真正伟大的人跟不认他们的儿子。很无奈吧？来，亲爱的爱因斯坦，OWTS 9999说抖给是爸爸的猪大。David Jackson 说，今天下午去剪发时，跟老板聊到泡泡专区，他说如果现在有合法专区的话，他就会送他爸爸去享受一番，绝对比送刮胡刀10000倍。这礼物真的超实际。可是你去剪头发，为什么跟老板在聊泡泡浴嘞 ？CCL 说祝全天下负责的父母亲父亲节快乐。Kevin 1.618支持朱大做 AI 的孤单背影，那种孤单不会比朱自清的爸爸剪橘子寂寞。郭鬼鬼说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猪爸早点回复爸爸，要乖哦，频道记得归我。哎，郭鬼鬼最近很认真的到处打战斗陀螺，但是没进展。来，接下来这一章就有点无奈啦。2个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人啊，跟他们生命里最深的伤口，他们的儿子。第一个，爱因斯坦，你不知道，爱因斯坦也当过爸爸呀。爱因斯坦有个儿子，小儿子 Edward， 这孩子从小聪明敏感，热爱音乐跟诗，崇拜弗洛伊德，立志当精神科医师。他写给父亲的信里面有一种仰望又窒息的东西。你的爸爸是全世界人类公认最聪明的人，你要怎么长大呀？20岁那年，爱德华精神崩溃了，诊断是思觉失调症，反复进出苏黎世的精神医院。1933年纳粹上台，爱因斯坦流亡美国，走之前他去疗养院看了爱德华一次，那一次是父子之今生最后一面。之后的30几年呢，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改写宇宙，爱德华在苏黎世的病院里面余生，靠母亲照顾。母亲过世后，由监护人接手。1965年病逝于院中，父之间隔着一个大西洋，世界大战。
跟一个父亲始终跨不出去的心结。爱因斯坦在给朋友的信里面承认过，儿子的病啊，是他心里一道无法愈合的伤。而他选择的方式是不再相见，无奈吧，不再相见。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尴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儿子。那好啦，哎，一个能算出时空弯曲的人，算不出怎么面对病房里的儿子啊！来，这个人是甘地，圣甘地。甘地的长子名叫哈拉里尔，哈拉里，这个儿子年轻时最崇拜的父亲，跟着父亲在南非落老，是运动里面最早的志愿者之一。他一生的愿望说出来很卑微，他想要去英国读法律，像父亲年轻时一样当一个律师。甘地拒绝了，不止一次，有奖学金的机会哦。甘地给别人家的孩子，理由是圣雄的儿子不应该有特权，理由是英式教育违背他此刻的理念。父亲亲时走过那条路，父亲亲手对儿子关上，不准你走。哈里拉尔呢，从此一路往下走，他跟父亲决裂，离家，智商失败，酗酒。1936年了，他公开改姓伊斯兰，改名阿布都拉，用印度都看得见的方式打了印度教圣雄一巴掌。甘地跟妻子发公开信，说这个儿子让他们心碎呀、唉，1988年1月，甘地遇刺，以上百万人送行，全印度为国父痛哭。人群里面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酒，几乎没有人认出他是谁。他就是哈拉里尔。5个月后死于肺结核，在医院穷困潦倒，登记身份是无名氏。圣是全印度的父亲，除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例外。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不是要轻视两位伟人，我要讲的是一个更残忍的结构。伟大是有账单的，而这张账单亲自寄到你家小孩的房间去。一个人时就是1天24小时，你把它给了物理，给了人类，给了印度，那就是没有给爱德华，没有给哈拉里尔。等价交换不会因为你的事业崇高就对你网开面了。你在人类上的位置越高，你在自家餐桌上的椅子就越空。爱因斯坦自己讲过一件非常诚实的话，他为了工作亏欠的家庭，这话从20世纪最大的头脑口中讲出来，理由跟一个天天加班的台湾工程师讲出来，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爸爸，你这辈子没有改写物理学，没有解放一个民族，今天大概收到一个袜子，但你的小孩生病的时候，是你半夜抱他去挂急诊，你的小想走某条路的时候，你就算皱眉头，你最后还是把钱汇过去的。你没有空位，因为你把时间就花在家庭里面了。历史会记得你，但你的儿子会记得你。但是光在这一题上面，你赢爱因斯坦，你赢过甘地，这不是安慰奖，这就是这两个故事唯一的结论。哎，讲到这里啊，故事是已经很清楚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故事这样子，我们从一个车站出发，1917年的浦口车站，一个失业丧母的跟儿子即将决裂的中年男子翻过月台去买一袋橘子。中文世界100写父亲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写的就是这么一个狼狈的背影，不是成功的父亲，是一个尽力的父亲。然后我们看见
1945年的上海，日本兵还在街上10个低头的人，在报纸上发节日纪念战死的爸爸。1周后，日本投降。这个节日1946年通令全国，1948年还是法定节日。然后呢，发起他的城市，把它给忘了，因为这个故事永远太久太久，真的把它给忘了。唉，1周后啊，日本投降，结果上海现在忘了时间，改过美国人的节，继承他的岛屿呢，把这个留下来了。他只记得谐音哦。81年，一个用命换来的节日，被两岸合力降级成一个梗。Kevin 1618说，大家抖内让朱大升级。我已经调了，算了，我不知道，暂时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我们快结束了。我们看见美国人呢，笑这个节日笑62年才肯立法，母亲节只要6年。我们看见德国人拿它来喝出全年最高的酒驾事故，泰国人把它送给国王，韩国人直接把它合并掉。我们看见 NRF 的妈妈341亿美金，爸爸279亿美金，全球3个市场，爸爸全都垫底，连光棍都比爸爸值钱。我们看见唯一发财的爸爸长什么样子。我们也看见爱因斯坦跟甘地用他们空掉的餐桌替全是天下平凡的爸爸做了一次代价证明。现在我要把这些全部都收在一起，讲今天真正的结论。真相是父节不值钱这件事情，全世界成立，而且成立了100年。这不是你家小孩不孝，这是父亲这个角色的节性定价。因为他的说明书上面写的是，把资源转出去，把需求删掉，把功劳让一个以自我删除为本质的角色，在一个以消费为语言的社会里面，当然无法假。而科学跟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定法是错的。你把 NRF 的62亿差额，把1/7，把3成通通加起来，都买不到浦口车站那袋橘子，买不到大去之期不远矣那几个字，更买不到1945年的10个签名。这个节日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礼物市场上流通，它在课本被删掉的那一刻里，在被忘掉的那一份生里面。在你爸从来没跟你讲过的那些不用栏里面。但是问题是，等价交换，你要记得的东西是有代价的。你要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节，但是你得知道他的血从哪里来。你要你爸记得，代价是你今天得放下手机听他讲一件你听过了800次的往事。你不付这个代价，这个节目只剩下刮胡刀、皮带跟袜子，你付得起的那种价格。最后，我要特别预告一件6天之后的事情。88父亲纪念的是抗战里死的父亲们。6天之后，8月14日空军节，纪念193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空军第一次升空迎战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那一天。那一批飞上去的年轻人，很多人是别人的儿子，有些后来成了再也没有回家的父亲。中央航空学第12期100人，45个人殉国。他们的故事呢，8月13号晚，我们在这个频道上见。今天是父亲节，这个节日最初的意思不是庆祝，是记得啊。被记得的父亲才算真正活过2次。你爸如此，1945年那些爸爸也如此。礼物会过期，记得不会，请记得，
真相总是伤人，但今天这个真相你带回家刚好可以配晚餐，全世界都觉得爸爸不值钱，因为爸爸早就把他的价值转到你的账户里了啦。去跟他吃饭好不好？跟他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不然你的爸爸会很哀怨的抱怨说，所有跟他说父亲节快乐的都是也在当爸爸的人，因为他的子女忘记了要说父亲节快乐。来，我把我的这个狗皮膏药已经贴出来啦。这个1元不嫌多，100元不嫌少，谢谢徐小虎的抖内，期待对不对？这个空军节的故事很感谢 Edgar FX8PT 说，请问8月4朱大公其实一起直播吗？为什么？好啦，谢谢。你看父亲节果然连抖内都抖不到标准，才15个，结果父亲节连这个都抖不到，果然堪称是史上最不值钱的节日啊！这个 Rich Young 说，在父亲节跟爸说父亲节快乐的，大概是某个餐厅的店员。是啊 ，ARRU168，谢谢你加入小宅。哎，各位记得按赞啊！我们最近的那个直播时间一直在改变，所以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流量的流失，所以各位多多按赞，好不好 ？Kevin 1.61说，父亲很多都在忠烈祠，空军中华民国加油。父亲也有很多在那个空军公墓吧，我们去那边直播过2，请大家记得按赞哦。然后我手机跑哪里过去了？我在这。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抖内嘞？好的，我刚问了刘冠超一个，到底有没有一冲？哦，毛，我明，好啦好啦，各位补一补，补一补。啧，哦，坏掉龙九说老朱不拍，我也没有怎么样啦。Kevin 1.616说达标，好，坏掉龙九也。啾啾秋说小抖支持，祝朱大父亲节快乐，阖家平安。Kevin 1.618说抖起来支持父亲，然后我看看啊，RWD 说抖在绿界，来绿界啊，绿界我今天可以。来，我看看啊，我们的抖内是如何呢？绿界也有，应该有 RW 力哦，有 RW 力8月6号抖的烧饼油条。我之前还有小抖赞助一点网剧活动，走啦，去王酱面看漂亮老板娘，说王酱面老板娘好贤惠，好漂亮。朱大爷的重宅平安顺心，王酱网剧开开心心圆满成功。有后来网络不顺之外都很成功。那
不知道怎么了，已经在那边直播4次了。那阿文永远跟我讲说网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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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我大概要听他讲8次之后，到现场网络还是不 OK， 好不好？真是神秘。这个原希望赶得上啊，不好意思，8月2号说一个兵哥来的目标，原来我和朱大有类似的先母，但先母指派我是刷你粽叶，将豆沙捏成圆球，当然它球会比预估的少量少到不少颗。好，嘿嘿，圆圆坚持，圆圆刚说他睡到中午吧。RWD 说油条，然后李成玉说感学恒大哥用心费神收集资料，开启我的认知，感谢再感谢，谢谢你玉。然后这个 RW 说给朱小弟的爸爸一点小小的鼓励，新节快乐。哎呦呦，好哦，真是一个尴尬的状况。好，谢谢大家啊，这个达标啦。狐狸枕，谢谢你抖内，不爱胡萝卜，谢谢你抖内。狐狸枕是没有父子一起去把妹的，也谢谢 Albert。没有，我刚刚在看资料，所以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谢谢今天的抖内，那希望爸爸都是父亲节，但有某名网友讲说，当天一整天传讯给他祝他父亲节快乐，就同为父亲的其他人，没有我们，好不好？好了，今天又要投票啦。这个我们今日的直播呢，如果你觉得内容好，讲的也好的话，请投1；如果你觉得内容好，但讲的不好，2；如果你觉得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3，好吗？又到了我们的投时间了。好了，各位这么就抖内了，真是。好了，各位，那就这国样子吧，我们就一路听2分钟的俄文歌庆祝父亲，好吧？大家拜拜。Сталь в ножнах поет о далеком, лед трещит под тяжестью лет. Небосвод, что казался высоким, ждет кровавый полночный ответ. Взгляд, как искры костра в буране, сердце молот в грудной тишине. Срок измеренный путь стылой волне.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нег окрасится в цвет заката, Твердь 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в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приговор. Сталь, земля, вечность.
ножнах поет.